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个频道。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，就是一个能够在本地生成高质量图形的免费的 AI 图像大模型。那这个模型就是你现在看到的，名为 Flux 1。如果大家想免费多次使用它的网上版，可以看本频道的影片 Flux Online。在这里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图片示例，无论从 2D 到 3D 风格，到写实风格等等，都有不错的效果。最关键的是，它还可以本地免费多次使用。这模型有 Dev、Pro、Channel 3个版本，大家可以打开这个网址，尝试用它来生成图片。例如，我想生成一幅这样的图片：3只兔子在一块大蛋糕上，包围着一只大香蕉在跳舞。图片使用彩色动漫风格。先删除原有提示词，粘贴我们的提示词，选择一种图片尺寸，往下拉，点击 Run 按钮启动。好了，图片出来了，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可爱哦。点击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图片效果。如果喜欢的，可以右键就可以下载图片。那接下来我要提升一下难度，同样的提示词，我要使用真实的图片风格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生成的效果。再次点击 Run 按钮启动，好，效果出来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片非常的漂亮哦。那么这个网站呢，有使用次数的限制。如果大家想多次免费使用 Flux 1的网上版，可以看本频道的另外一个视频。那接下来我教大家如何在本地免费部署，多次使用这个大模型。如果要本地使用它，我们需要使用一个软件 Comfy UI。那么它跟 Stable Diffusion 3的大模型一样，需要第三方软件加在 Flux 1的大模型。那么大家可以打开这个网址 Comfy UI 的官网地址，然后往下拉，点击这个地方，可以看到它现在最新的版本。大家可以点击这个进行下载，文件大小大概是 1.5G 左右。下载完解压缩它，它里面就有2个运行文件。如果你的电脑有比较好的显卡 N 卡的，你就运行这个。如果只使用 CPU 运行的，可以启动这个。那接下来我会教大家下载这些 Flux 1的大模型，然后放到这里。我们将使用 Comfy UI 的3个目录。先打开 Models 文件夹，可以看到第一个是 Clip 文件夹，第二个是 Anet 文件夹，第三个就是 Y 文件夹。接下来就是下载这些模型。首先我们先下载 Clip 所需的模型。我们看一下这些模型所在的网址，我会在下面列出这些地址。其中这个 FP16 的大模型适合你的显卡拥有30G 以上的显存 RAM。 这个 FP8 的模型需要您显卡拥有8G 以上的显存。例如输入这个网址，就会看到一些 Clip 所需的模型。大家可以下载这个来尝试一下。下载完后，打开 Clip 文件夹，然后把其中的 FP8 Clip-L 模型移动到 Clip 文件夹里面。如要下载 Clip-G 模型，我们需要打开这个网址，这里就有所需要的 Clip-G 模型。下载后，
放到这里就行了。那接下来我们需要下载 Annette 所需的模型，这里列出了全部的模型资料。第一个就是专业版的 24G 模型，那么大家可以输入这个网址，打开这个页面，往下拉，点击这个地方，会发现它已经无法下载。但是你也要知道，这个专业版的模型啊，是需要你的显存达到30G 以上。如果你显卡达到这个要求的，你可以输入这个网址下载这个 24G 的大模型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下载专业版的 Div 大模型，实际的大小是 22.17G。 也有很多的网友已经使用了这个大模型生成了各种图片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风格，效果都相当的不错。那么如果电脑的显存在 8G 或 12G 以上的，可以下载这个模型。这里除了 Div 的 FP8 模型，也列出了数据优化版的 Schnell 的 FP8 模型。这两个模型就是这里的这两个，下载后就是这个和这个。那么还有一个 Div 版的 17G 的大模型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在这个地方。这里还有一个优化版的 Schnell 版的 23G 大模型，大家搜索这个网址就可以看到 Schnell 版的 23G 大模型。下载后就是这个。当准备好所需要的模型后，然后打开 Annette 文件夹，把相关模型移动进 Unit。接下来就是要下载 Y 所需要的模型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大家输入这个网址，这个 A 模型大小为335 MB。那么大家下载完后，就把这个模型拖动到这个地方。那所需要的 Flux 一大模型都下载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回到 Comfy UI 的根目录，然后点击启动这个 BAT 文件。那启动完后，就可以看到这个 Comfy UI 的界面。那么大家注意了，如果你不熟悉这个操作界面，那如何生成图片呢？我这就教大家怎样做。我以这个 Div 大模型为例子，因为很多的网友已经使用了这个模型生成了图片。你可以点击这个图片，然后把图片下载下来，往下拉，或者找一些其他用户的图片。不是每个图片都可以使用的，因此先下载多一点图片下来。例如我把这个图片也下载下来。那么下载完以后，回到 Comfy UI 的界面，你只要把这个图片直接拖动到 Comfy UI 里，就会自动设定所需要的参数。因为不是每个图片都可以的，因此要下载多一点图片来尝试。这个模型啊，是需要有30G 以上的显存才可以运行。因为这个模型本来就有20多个 G， 那显存只有 8G 或 12G 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可以在这里输入 Flux 1，查找一下 FP8 类型的，例如这个 Div 版的 FP8。这里也可以下载相关的模型，我们把它下载一下。这个和之前已经下载过的模型是一样的，只是名字被网友改了一下。我们把刚刚下载的模型拉进去，其实这个模型就是这个模型，尾数是584。那接下来同样的方法，大家在这个页面下载几个不同的图片。例如我们点击这个图片，回到 Comfy UI 界面，把它拉进去，
那么有时候呢，图片的参数和界面设定不匹配，它可能会出现红色框框。因此大家要多下载几张图片来尝试。第二步就是，因为有很多文件名被网友改过了，需要检查一下这些参数的名字，可能它们和所下载的模型的名字不匹配。你必须把这些问题检查出来。例如这个地方的 file.t 文件，点击左右箭头按钮，就可以改回自己模型的名字。检查完了，就可以点击 QPrompt 启动。这个时候你就要观察 CMD 的运行情况，因为生成图片的速度可能有点慢。如没有出现其他错误，就表示从图片加载的参数和设定是可以匹配的。就耐心等待一下好了。好了，图像出来了。我们看一下生成的效果。那么我们跟这个原图对比一下，基本完全一样。如大家想保存图片，你可以鼠标右键选择 Save Image 就可以下载。如果我要生成其他的图片，我们只要修改这里的 Clip 文本框里的提示词，重新点击 QPrompt 生成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教大家处理一些错误，例如我下载这张图片，同样的方法把它直接拖进去，这个时候出现一些红框错误。那么可以看到，它界面大部分的设定是正常的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选项卡是设置图片的宽跟高的。那么我们可以先把它删掉，可以点击右键弹出 Add Node 菜单，点击这个 Latent， 往下拉，找到 Latent Image， 那么新的选项卡就出来了。那我们可以在这里设置一下图片的宽高，例如 Width 设为600， Height 设为800， 输出图片数设为1，把这个点重新连上。这些选项卡都是浮动的，大家可以点击并拖动它们，重新放到合适的位置。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点击 Q 启动。它这个时候出现了2个错误。第一个错误是找不到这个 ASFT 模型，这个 ASFT 模型就是 Y 模型，官方已把它改名了，由 ASFT 改名为 ASIFTensors。我们点击左右的3角按钮可以触发修改。第二个错误是 CXUltra， 这是一个放大图片的算法文件，即使不使用也不会影响生成图片。重新点击 Q 启动。如果后台 CMD 出现白色的刻度条，就表示它已经正常运行中，成功把图片生成出来了。我们看一下这图片的效果，无论是人物的真实度和背景的配合，效果都相当理想。可以和原图比较一下，2个图片的效果基本是一样的。我们右键把它下载一下。那么这个图片呢，是我们刚刚下载的。这个时候你把图片拉进去，它就不会有第一个错误，因为这个图片保存了我们修改过的设定信息。接下来复制一下这些提示词，看一下这提示词是什么意思。我们也可以修改成自己的提示词，粘贴自己的提示词，再点击 Q 启动。如果刚刚启动生成过一次图片，再次运行速度会稍微快一些。图像生成出来了，这次是漫画的2D 风格。那么今天关于如何本地免费使用这个多态大模型 Flux 1就讲解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讲解的，
可以点赞一下这个影片。谢谢大家。